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是2024年3月18日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在联合报他们很密集的在讨论两件事情，其他的媒体都没有讨论，只有联合报在讨论这两件事。第一个就是今年的6月16日，陆军官校100周年的校庆要举行扩大的阅兵式跟分列式。第二个议题就是蔡总统、小英总统卸任之前，到底要不要去一趟南沙太平岛？首先，我们来讲有关陆军官校的校庆。每年6月16日，陆军官校都会举行校庆的仪式。那今年因为刚好是陆军官校创校，就是从民国13年1924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的黄埔岛成立陆军军官学校开始算，刚好满100年，所以今年要扩大举行。除了有各官校，就是陆海空军官校，还有国防大学的政战学院、管理学院、理工学院各派了一个阅兵连来参加以外，陆军还指示各联兵旅要在各派一个正部连来参加分列式。那目前规划由准备接任的赖清德准总统届时要来校阅这些部队，还有学生的方队。可是里面还讲说赖总统到时候要着野战服跟战斗各装，我觉得这规划就很怪，不晓得是记者先打听到的消息还是怎么样。不过联合报的洪先生一直有他特定的管道，我是建议赖总统是可以出席的，而且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出席，但是没有必要去换成野战服、迷彩服跟战斗各装，因为这不是一个演习。像从李登辉总统的时代开始，三军统帅出席就是穿着像西装，还有小英总统的套装，在各国都是一样，因为军文之间还是有区隔，它并不是一项实弹演习的场合，所以三军统帅不必要穿着野战服跟战斗各装，这规划真的很怪。而且又讲说依照中华民国军人礼节、国军基本教练准则的规范办理，那我就要问，它里面有哪一段是野战部队、受教部队他在经过司令台的时候有一个推枪动作，在基本教练准则里面一般就只有拖枪跟肩枪。那从去年邱班长自己一头热弄了一个新式的正步，搞得跟解放军很像，这在国军的基本教练准则里面也没有这一段啊。而且就我知道，从去年开始，所有的官校包括陆海空军官校、国防大学的3个学院，管理学院、政战学院、理工学院就开始挑好正部连，就开始训练了，并不是现在才开始训练，是从去年就开始训练了。这都是因为部长他个人的偏好，因为在过往陆军官校的校庆也有规模小的时候，大部分是由陆军司令部自己主办，当然是可以说要展现话语权，可是把踢正步当作神主牌，这跟校庆是两码子事。正步当年为什么要废除？因为它的训练时间非常的久，也不符合人体工学。美国也没有正步，英国也没有正步，英国有 slow march 跟 quick march 两种，法国也没有正步。那这些国家都这么强大，战斗力都这么强，跟正步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赖总统的出席绝对是正确的，但是不要被军方的规划牵着鼻子走。像小英总统在2016年就任的时候，他也有参加当年的陆军官校校庆的典礼。国防院的苏紫云教授的说法我是认同的，他说应该要尊重军队的指挥权责。虽然邱部长有可能在520就会下任，但是像这一类的规划会在年初的时候就定。像陆军官校的100年校庆在去年就决定了，而且筹备委员会还有很多被染红的这些退将，所以我们要拆开来看，赖总统出席
陆军官校的校庆这件事情是正面的，但是校庆的举办方式这个层级，它是由国防部参谋本部的联一，就是人事参谋次长室来主办，而由陆军司令部来执行。所以在部长邱先生的指导之下，要求校庆的分列要以正部来实施。当然现在他们已经训练超过半年了，这个实施的方式在今年校庆之后，希望这个实施的方式可以再检讨。因为在去年我就有投书媒体，去年的校庆它就有示范一个新式正部的示范连，当时我就说下一步就是各官校各军校全部都要踢正部，然后就是野战部队也要踢正部，而各学校为了要参与校庆，他所需要准备的时间是非常的长。大家可能不晓得，陆军官校校庆之前最晚前1周到前2周就开始停课了，其他各官校的学生最晚前1周他就要集中到陆军官校去了。那些学生他本身自己的课业就要暂停，这并不是一个例行性的训练，而只是部长他自己由于他个人的偏好而弄出来的一场校庆活动。当然赖总统参加校庆有代表话语权，但是校庆的规模需不需要劳师动众，甚至之前我也有提过，陆军官校在民国13年创校的时候在广州的黄埔岛，从这张表就可以知道，广州的这一个校区1924年6月成立之后，虽然一直招生到1930年，但是因为后来就在南京成立了一个校本部，在1928年之后一直到1937年都是在南京这边，然后全中国各地有成立分校，所以陆军官校真正在黄埔岛上的时间才5年3个月，这中间还有包含了跟南京校本部重叠的时间，而在这中间有那么多的分校的成立，中间还包含了宁汉分裂等这些事情，所以到底谁是正统？可是现在中央军事院校这个名称已经被赤化了，所以才会那么多退将一直往中国去。广州黄埔岛上的陆军官校，它真正存在正统的时间也只有3年多的时间，之后就随着北伐就在南京成立了校本部，而在广州这边反而变成分校，一直到1930年9月就停办了。所以这个传承虽然一路到了台湾，可是这时候应该要树立的是台湾的凤山精神，就是孙立人将军他在台湾凤山成立的第4军官训练班，这才是台湾这边所有军校的源头，而这边才是正统。所以在去年我就投书过，我们应该要树立台湾的军魂，而不是拿一个只有在广州黄埔才3年多的一段历史一直当作神主牌。台湾的军校在1947年的10月由孙立人将军成立，所以之后要凝聚的应该是台湾的军魂。那对于这一次赖总统出席陆军官校100年校庆这件事情，我们仍然循往例给予支持，这也是非常合理，而且也借此紧抓对军中的掌握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另外也是联合报一直在炒作这一个南沙太平岛，它的码头在最近整建完成启用，也有很多蓝营的立委认为蔡总统在卸任前应该前往太平岛来试岛。这是南沙太平岛在整建之前，大家看得出来它的码头的形状，因为容易受到季节的影响，它的西南涌让大型的船舰没有办法在这边长期的驻扎停泊，所以后来就开始进行整建的工作，还有跑道的延长。从这卫星照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整建之后在里面多了一个小型船舶的港湾，而且将海堤给予适当的延伸，来阻挡西南涌从这个方向进来的涌浪，来保护停泊的船只。在后续应该是跑道还需要再延长，因为目前飞太平岛的班机降落之后都要立即刹车，所以目前的跑道虽然经过延长过，不过长度还是不太足够，这样子就会影响到飞机筹载的重量，它就不能满载它的货物或人员，就要
进行重量上的控制。不过这一个议题，蔡总统到底卸任前需不需要去一趟太平岛，这跟国际政治就有点关系了。这不是台湾单方面想不想去的问题，而是要跟美国做一个协调。所以也不是某些委员自己在那边喊得很高兴，因为他也没有别的议题可以炒作。对美国来讲，区域的和平稳定才是最重要的。在前任的马先生任内，他在卸任前，他就不顾美国的反对，前往太平岛。后来在外交上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修补跟美国的关系。所以要不要去太平岛这件事情，还要先跟美国进一步进行协调跟讨论，要以区域和平为优先的考量。所以有的委员他的素养真的不是很好，或者他另外有其他的目的正在炒作这个议题，而配合的媒体也乐此不疲。所以这个议题我们就持续再观察，我们绝对支持政府最后所做的决定，相信是对区域的稳定是有帮助的，也符合台湾的利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2个主题就为大家聊到这边，感谢你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